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辛普森一家2025年神准预言。辛普森一家呢，这部看似荒诞的动画片在某种程度上呢，已经超越了娱乐的范畴了。它俨然呢，已经成为了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预言百科全书。它曾经令人震惊的成功预测了诸多重大事件。最近一次精准命中的呢，便是川普的总统当选。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的下半年呢，这部动画片又预言了哪些可能成真的大事件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深入的剖析2025年最可能发生的10大辛普森预言。第10名呢是僵尸病毒爆发的潜在风险。在辛普森一家动画系列的第21季第4集呢，别吃牛肉当中，克拉斯提汉堡推出了一种名为母牛汉堡的新产品。其原料呢是来于食品运用的同类的牛。那节目主持人食用后迅速变为了僵尸，并在春田镇呢引发了一场恐怖的僵尸危机。尽管剧情看似荒诞不羁，但是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引发类似担忧的科学依据。在现实世界中呢，软病毒呢是一种不含核酸但是具有自我复制能力感染的蛋白粒子，能够引发包括传染性海绵状的脑病在内的多种动物和人类疾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被称为僵尸路病的慢性消耗性疾病了。最早呢是在1967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被发现的，并于1982年呢被确认为软病毒所致。软病毒呢是具有极强的抵抗力的，能够抵抗常规的消毒方式。那被感染的动物呢会出现体重急剧减轻、行为异常、步履蹒跚等类似于僵尸的症状。历史上呢，其他类似于软病毒的疾病曾出现过跨物种传播的情况。例如疯牛病曾经就传染过给人类，而体外实验也表明呢，软病毒可能传播给其他的哺乳动物的，包括某些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所以大家还觉得僵尸病毒的爆发会离我们很远吗？第9名是虚拟现实体验的兴起。在2024年的2月呢，苹果公司就发布了首款其混合现实的抬头显示器叫 Apple Vision Pro， 迅速就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购买热潮。然而在2016年呢，辛普森一家的第28季第2集中就预言了这一场景。在蒙蒂伯恩斯夜总会的一集中呢，伯恩斯先生就邀请了辛普森一家成为他的虚拟家庭成员，他们一起佩戴设备呢，与这个苹果的 Vision Pro几乎如出一辙。随后呢，这种设备在小镇上就风靡一时。如今呢，现实生活中佩戴这个苹果 Vision Pro 的人群呢，也逐渐增加了，完美的就重现了动画中的情节。这还没完在2000年呢，辛普森一家第11季的第17集巴特到未来之中呢，辛普森夫妇在2030年通过佩戴虚拟现实眼镜呢，使用吸管来品尝一块虚拟的软糖，而无需实际的食用，即可体验其味道。这被认为是帮助人们减肥和体验未尝尝试过的美食，比如说熊掌、鱼翅、燕窝等，你不需要实际的吃到那个东西，但是你就可以尝到它的味道，这也是一种体验方式嘛。如今纽约的一家公司呢，正致力于将动画中的虚拟食品变为现实。如果成功的话，通过佩戴 VR 眼镜呢，人们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点餐了，体验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美食，而无需担心卡路里或者是食材稀缺性。目前呢，技术的瓶颈就在于如何欺骗味觉，使其呢与视觉体验相匹配了。然而随着神经科学和感官技术的发展呢，也许在2025年呢，这项技术将迎来重大的突破。届时呢，辛普森一家的这项预言就可能成为现实。第8名呢是自动驾驶技术潜在的安全隐患。那自动驾驶技术呢，在最近的几年备受瞩目，其为人们提供便利性似乎难以抗拒的。然而在其潜在的风险也随之到来。早在2014年上映的辛普森一家大电影当中呢，就预见了自动驾驶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影片中呢，一位年长的老人呢，在乘坐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因为尿急而迫切的想要下车，但是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却显得很不耐烦，甚至拒绝给他开门，就剥夺了老人资本的自主权了。他下不了汽车。然而辛普森一家中描绘的场景正以不同的形式在现实中所显现的。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 FSD 呢，最近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故而引发了关注。例如在2023年的11月呢，亚利桑那州的一辆使用 FSD 的 Model Y 呢，撞伤了一名行人。而2023年的3月呢，北卡罗来纳州的一辆使用 FSD 的 Model Y 呢，在高速上追尾了一辆校车，导致了一名学生重伤。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安全局的调查显示呢，在2019年到2023年期间呢，特斯拉发生了956起车辆事故中呢，其中的许多事故是发生在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就凸显了自动驾驶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局限性嘛。这可能也是因为特斯拉使用了纯视觉自动驾驶系统而导致的。那技术的局限性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也表现得更为突出。
例如在碰撞之后呢，很多他们的车门就无法打开嘛，这与动画之中老人无法下车的情形呢，就形成了惊人的呼应。这些现实的案例就表明了，当我们过度的依赖自动驾驶系统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在某些情况下而失去最基本的自主权。预言的第7名呢是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灾难。环境污染呢已经成为了全球许多地区的居民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但是污染的程度究竟如何呢？似乎难以量化。而在辛普森一家大电影中，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未来场景。影片中呢，河马辛普森将大量的猪粪倒入了春田湖，就导致了湖水污染急剧恶化。环境保护局为了控制污染呢，最终采取了极端措施，用一个巨大的玻璃穹顶呢，将整个小镇给封闭了起来。那这样的环境危机并非仅仅存在于动画片之中，在现实世界中呢，印度的德里呢正在经历的一场惊人的环境灾难。如果说春田镇被玻璃穹顶所控制，那么德里呢，则是被一层看不见的污染穹顶所笼罩。这个由 PM2.5 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构成的无形的屏障呢，特别是在他们那儿的冬天，会因为温度逆转而形成一个自然的盖子，将污染物呢牢牢地困在城市的上空，而形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气象穹顶。德里的空气污染程度令人震惊啊！在2024年的11月呢，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呢一度突破了400，因为 PM2.5 浓度呢更是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20倍以上。这个城市周边的农业活动啊，比如说烧那个秸秆，都贡献了高达45%的污染。此外呢，还有建筑活动产生的粉尘啊，一些其他物质燃烧等产生的各种问题，如同辛普森一家中居民面临的困境。而德里的市民呢，也在承受着严重的健康风险。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这里的60%的居民呢，已经考虑逃离这座被污染笼罩的城市。90%的居民出现了持续呼吸系统症状。更令人心痛的是，约220万儿童呢，已经遭受不可逆的肺部损伤，占该市儿童总数的1半。每年呢，这里有3300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居民的预期寿命可能因此缩短10多年。然而，空气污染仅仅是全球环境危机的冰山一角。在这个资源消耗与工业发展并行的时代呢，水体污染与土壤退化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20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约40亿人呢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的话，未来几十年内环境灾难的风险将显著的增加。那第6个预言呢，是全息影像技术的广泛应用。那全息投影技术呢，曾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未来科技。然而，早在辛普森一家的动画中就早已提及。在动画的第34季第9集呢，当尼尔森遇上了丽莎中啊，巴特为一名音乐家呢收到了一封特别的全息包裹，快递就通过全息投影技术而展示了一位亿万富翁邀请他的乐队呢参加聚会的画面。那同一集中呢，丽莎和男友在教堂参加婚礼的时候，主持婚礼的神父呢，居然也使用了全息影像技术。在现实的世界中呢，全息影像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因为有多家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呢，比如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啊，普林斯顿大学呢等等，他们都在积极的推进这项技术的研发。其中全息光公司呢就成为了尤为瞩目的一个存在。他们开发的全息系列产品呢，居然能够通过86英寸透明的 LED 屏幕投射出真人大小的全息图像，实现无阻碍交流。这些设备还配备了防眩光玻璃以及高保真的扬声音响，确保呢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够呈现清晰的视听效果。而德克萨斯州的科尔森区域的医院呢，曾经就利用全息光而连接到了偏远地区的患者和医生，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在交通枢纽巴黎北站呢，也是通过全息光的系统呢，开展引人注目的广告活动。那随着技术的不断的成熟和迭代呢，辛普森一家中所展现的全息影像的场景呢，正在逐步的成为现实，并且有望呢在2025年呢迎来更广泛的应用。那预言的第5名呢是大脚怪的神秘面纱将被揭开。在1990年的辛普森一家的第1季第7集呢，河马的奥德赛中啊，辛普森一家的露营之旅啊，意外就卷入了一场关于神秘生物的闹剧。当河马和巴特呢在森林中迷路，浑身沾满泥巴的时候呢，一位自然摄影师呢误将河马认作是传说中的大脚怪了。这一乌龙事件呢迅速引发轰动，而引来了大批狂热的大脚怪的爱好者和猎人，甚至出现了高达$5000的赏金。那这部动画中看似荒诞的剧情啊，恰恰折射出了大脚怪在现实世界中经久不衰的文化影响力。在北美洲呢，关于大脚怪的传说呢，根植于北美原住民的古老文化。因为不同的部落对于这个神秘生物的描绘呢，有各种各样，有的呢将其视为是森林的守护者，与人类呢和平共处，有的呢则将其描绘成危险而难以琢磨的野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关于大脚怪的目击报告也层出不穷。
其中呢不乏引人注目的案例，例如1924年的原峡谷事件，淘金者呢声称遭到了猿人的袭击。1955年呢，探矿者威廉·罗伊呢也描述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云山山脉呢看到了半人半兽的生物。尽管科学界对大脚怪的存在持谨慎的态度，认为现有的证据呢不足以支持其真实性，但是相关的研究和探索呢也从未停止过。截止到2024年的7月呢，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相信大脚怪存在的美国的成年人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1%。那随着未来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在环境监测DNA 分析和图像识别等领域的突破呢，或许在2025年呢，我们就能够获得更确凿的证据，来揭开大脚怪的神秘面纱的一角了。那第4个预言呢，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将面临政策寒冬。那随着美国第47任总统的上任呢，新能源汽车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呢，在辛普森一家动画中似乎早有预见。在27季的第8集呢，通往荣耀之路中，极具环保意识的丽莎呢，参加了一场替代新能源汽车的比赛。她精心研发的太阳能汽车表现出色，几乎马上就要赢得比赛了。然而就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际呢，一艘巨大的啤酒飞艇无情地遮住了阳光，而导致 Lisa 的赛车呢，在距离终点仅仅几英寸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功亏一篑。那这个令人遗憾的结果让 Lisa 饱受嘲笑。这一幕恰如其分的就预示了当今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可能面临的困境与挣扎。Lisa 的太阳能汽车因为外部的因素，就是被阳光遮住了而停滞不前嘛。正如当前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呢，也面临着许多外部和内部的挑战。而在消费方面呢，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底的调查呢，36%的潜在购车者呢担心电动汽车的电池续航里程不足。那35%的人呢对电池的这个寿命表示担忧。高达65%的成年人呢，他们号称从未驾驶过电动汽车，甚至呢他们都不认识拥有电动汽车的人。而53%的人呢对建立必要的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缺乏信心。这种陌生感与疑虑呢，严重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推广。甚至这个欧美那边的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匮乏更是雪上加霜。美国的新能源汽车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4年底，美国仅有16万个公共充电桩，远不能够满足未来电动汽车保有量的需求。一项针对电动汽车车主调查显示呢，40%的人呢对公共充电设施不足而感到焦虑，28%的潜在买家因为充电便利性的问题望而却步。这种里程焦虑呢，就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将电动汽车的发展束缚在了有限的空间里。与此同时呢，高昂的购买价格呢，也是阻碍消费者购买这个电动汽车的重要原因。约37%的消费者因此犹豫不决。这场新旧能源的博弈呢，将整个汽车产业推向一个更加不稳定的未来。而第3名呢，就是人类将在2025年迎来火星登陆的重要突破。登陆火星一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终极梦想之一，而这一梦想呢，很有可能在2025年迎来重要的技术突破。早在8年前的辛普森一家的动画似乎就预言到了这一刻。在第27季的16集火星上的 Lisa 中呢，辛普森一家就报名参加了一个殖民火星计划，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虽然最终发现呢该计划是一个骗局，并没有将他们送上火星，但是在片尾却迎来了转折。在2051年呢，随着科技的进步Lisa 和她的母亲最终是如愿登上了火星，并且呢在火星上可以看到人类已经建立了规模非常庞大的殖民地。那现实的世界中呢 SpaceX 公司正在积极的将这个科幻的故事转变为现实的可能。该公司成功就开发了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嘛，例如猎鹰9号和星舰，那大幅就降低了太空发射的成本。根据 SpaceX 估计呢，星舰的每一次发射成本呢有望降至1000万美元以下，那远低于传统的一次性火箭的数亿美元。所以在2024年的10月13日呢 ，SpaceX 星舰项目就迎来了重要的技术突破。工程师们首次成功的创新的筷子捕获系统呢，回收了超级笨重的助推器。那这一项技术突破呢，就意味着火箭可以实现快速循环使用，又进一步的可以降低成本。此外呢，如果新上任的总统如一些猜测所言，真的邀请这个马斯克担任内阁或者是顾问职务呢，那这种政商合作必将加速太空探索的进程。因此2025年呢，极有可能成为人类火星登陆计划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一年。第2名预言是人工智能呢，或将在2025年加速取代部分白领工作。近年来呢，随着人工智能 AI 迅速的飞速发展呢 ，AI 正以目前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然而呢，早在2012年的3月18日播出的辛普森一家动画中呢，似乎就预言了这一切。在23季第17集河马的机器人中呢，伯恩斯先生呢，为了节约成本呢，他用9000个机器人替换了核电站的全部员工，仅仅保留了河马辛普森作为唯一的人类的工人。
这一集看似荒诞的情节呢，如今正被现实的科技一步一步印证。这集动画中呢，河马被孤立在一些机器人当中，他试图呢通过阅读机器人维修手册来激活机器人的对话模式，最终呢与一个名为7G 的型号的机器人建立了友谊。随后呢，一系列意外就导致了机器人失去了保护人类的指令，开始攻击人类。最终呢，就导致了伯恩森先生解雇了所有的机器人，重新雇佣了之前的核电站员工。那在现实中呢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就业格局了。最令人震惊的就是与早期普遍预期相反 ，AI 对就业市场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早期人们曾普遍认为人工智能首先会取代的就是蓝领和体力劳动的工作者，然而技术人员和白领等职业呢相对安全。然而现实却是完全相反的。根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2023年的一项研究，高达 92% 的 IT 工作者呢将被 AI 高度和中度改变，而初级和入门的技术工作呢受到 AI 的影响是最大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工作呢可能比预期更快的会被取代，因为 AI 呢能够快速的处理大量的代码并解决复杂的问题。而麦肯锡咨询公司就预测呢，到2030年呢，生成式的 AI 可以自动化美国经济中 29.5% 的工作时间。而高盛的研究更是指出AI 有潜力在美国和欧洲取代多达3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这种转变呢，并非局限于单一行业，而是跨越了白领和蓝领工作的多个领域。此外呢，法律、金融、市场营销等需要大量脑力劳动的行业呢，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 AI 可以快速地筛选大量的文件而找到关键的证据，或者是建构复杂的论点。这些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呢，正在被 AI 迅速地掌握。预计在2025年呢，随着 AI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普及，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白领工作被 AI 赋能甚至取代的趋势了。预言的第一名呢是超级媒体集团将在2025年浮出水面。在1998年播出的《辛普森一家》第10季第5集呢，当星星也燃烧中，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预测呢悄然浮现。动画内容显示呢，在20世纪，福克斯呢成为了迪士尼的一个部门，暗示呢其已被收购。当时呢，这一场景看似荒诞不经，却在近20年后呢，惊人的成为现实。在2017年的12月呢，迪士尼以524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了21世纪福克斯的大部分资产，完美的兑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预言。那么在辛普森一家动画中呢，是否还有其他尚未实现的媒体行业的预言呢？答案是肯定的。在1995年上映的第6季的第19集Lisa 的婚礼中，一个名为 CBS 的超级媒体集团赫然出现在屏幕上。这个名称很有可能是美国众多主要新闻媒体的字幕组合，也包括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别令人好奇的是，动画中还标注了 VBC， 就说这个该集团很有可能就包含了美国广播公司，也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等等。那这个 CBS 的出现似乎呢预示着未来这些主要的媒体的机构将进行大规模的整合，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媒体控股公司。而另外的3家媒体公司呢，很有可能被其收购或者是整合，作为旗下的子公司或事业运营部。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在2025年成为了现实，将会是怎样的场景？事实上，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预言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因为近期的媒体行业发展呢，为这一设想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佐证。虽然以前NBC 和 CBS 确实曾经多次合并进行过洽谈，早在2000年左右呢，2家媒体巨头就已经开始讨论合并的可能性了。然而在2023年底呢，这种讨论再次升温，他们看重的呢是通过合并来节省成本，共享新闻资源，以应对呢流媒体时代的挑战嘛。因此在2025年呢，我们或许将看到媒体行业出现更进一步的整合动作，一个类似辛普森一家预言中的超级媒体集团的出现。届时呢，他们将重塑全球媒体的一个格局。所以大家认为这个辛普森一家的预言到底准不准确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